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呀，这段时间行情不好，应该是比较难赚到钱的。比特币今天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啊，直奔41000去了。当然了，这个节奏面具人也在会员群里面预警了。当时我在会员公告里面说的是做好防守极端下调的准备，比特币到41000之前都不要太乐观。你看，比特币果然过了没几天啊。前几天已经跌破42000了，今天呢最低跌到了41200美金左右啊，基本上和我说的点差不多了。甚至呢，我预计接下来可能还会再悲观一点儿。当然了，不会悲观太多啊。这几天行情不好，又让面具人想到了印度神童的预言啊。他之前说过4月4号会出现经济暴跌。我们来看一下图啊。果然，比特币从4月4号就开启了下跌通道，而且呢，这个下跌的程度还比较厉害，从接近47000一路跌到了快41000啊！哎呀，印度神童真的是准呀！你看，不仅4月4号让他预言中了啊，印度神童他还有一个预言说4月13号还会有情况呢，还有2天时间吧，今天是11号，针对这个事情呢。面具人，我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会来说一说，以及我对比特币接下来是否会破4万去3万的大家都关心的这个问题，给出我自己的见解和解答，以及一些操作思路。那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我要来讲一讲面具神童实现的预言啊，那就是习近平出了个政策，这个政策基本确定了中国人人人能做生意的时代终结了。这个事儿很严重，你们赚钱呀一定要懂政治，否则呢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事情啊，很值得你仔细听完。如果说你光赚钱你不懂政治，我告诉你，你最后赚来的钱也屁都不是。政府说把你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就变成了数字人民币，甚至呢把你的钱要变成粮票，或者是把你的房子直接划地为牢变成监狱，又或者是连人权都不给你，让你在自己家隔离的机会都没有，直接给你弄一个什么大型集中营啊，就这还要让你感谢政府。面具人前几年说的那些事情，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都实现了？早些年听我节目的，打开了点赞、订阅、小铃铛的，听到了我的这些政治风险预警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呀已经逍遥海外了，现在呀已经是每天吃着牛排晒着太阳，想去哪儿去哪儿啊，想说啥说啥，想做什么生意做什么生意，不会被政府强制，不会被政府把自己的这些资产给充公。可是没听我建议的人，现在在墙内的日子应该是不好过。所以呀，那么你们既然知道了面具人节目的重要性，来，我告诉你，我今天那既然你们知道了面具人节目的重要性，那我现在就可以再告诉你，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东西是能够决定你未来命运的事情。你听懂了，听明白了啊，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避免接下来更大的损失。听懂了没？今天的这个节目值得你仔细听完，是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一期节目。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点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啊，这些都是可以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非常重要的大新闻，是能够决定你们命运的大新闻。这个新闻标志着中国人的阶级分层彻底定死了，底层的人完犊子了，永无翻身之地了。究竟是什么新闻啊？来听好了。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联播。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进我国市场由大到强的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强支撑。我们有6大要素：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2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3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4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5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6要明确进一步规范不当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各位听完了吧？哎呀，党说了这么多，就是在不停地强调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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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再统一。为什么要统一呢？谁有资格统一呢？当然是党了呀。可惜中国的这些底层奴隶不会考虑这种问题啊！只要党说的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只要党说的是错的，那就是错的。党说什么反垄断呀啥的，那就是要反垄断。反正他共产党自己搞什么就不是垄断。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垄断啥的你不觉得搞笑吗？老百姓做生意那就是垄断，你共产党把啥都统一了，全部都是党管一切了，那就不是垄断。只有你共产党能做生意啊，这就不是垄断了啊！老百姓干个啥就是违法犯罪了啊！你共产党干个啥就是为老百姓好了，是不是啊？这不是双标，这是什么啊？全部的东西都只有能共产党卖，老百姓啥都不能卖啊！党管一切，对吧？面具人，我早就说过，共产党会借着疫情把你们这些小商小户不让开门、封店，逼得你们弹尽粮绝了。然后呢，倒闭的倒闭，跑路的跑路，对吧？这把你的店封了，房租还要照样收，你说有几个人能扛得起，对吧？大部分人都会被逼得弹尽粮绝，弹尽粮绝了，完蛋了，完蛋了，你活该。然后呢，就把你们的店铺全部收回，客户也收回嘛。你们苦心经营了半天的生意，最后呢，让我党把你的店铺牌子一换，全部搞成供销社，搞公有制，搞成社会大一统的这个供销体系，对不对啊？你们仔细想一想，在中国现在什么赚钱的生意都是由党来做的，你老百姓就是做牛做马当劳动力的料子，听明白了没？不仅如此呢，你做牛做马当劳动力，你还要吃地沟油、吸毒空气、喝毒奶粉啊！在这种环境之下才好呢，对吧？你年轻的时候能卖死卖活的干劳动力，然后呢吃着毒奶粉，吃着地沟油，拼命干到了50多岁了以后，由于常年积毒，刚好呢年龄也到了，没有劳动力了，最后呢，身体也不好，得了癌症或者是其他的伤病。再把钱拿出来，好不容易攒了这点老本，最后呢全拿出来看病治病，最后呢病好不容易攒了这点老本，最后呢全拿出来治病，而且呢这病还治不了，最后呢就死掉了，50、60岁挂掉了，贡献最后的价值。你说中国人这一生可怜不可怜啊？从小被父母压制，训练自己的听话能力、服从能力，从小听父母的话，然后呢好好学习，学习完了以后也竞争不过人家有关系的有红色血统的人，那怎么办？那就只能去给人家打工啊！从小听父母话，长大了听单位的领导的话、老板的话，对吧？然后呢就是不能听自己的话，然后呢还要996加班、吃毒空气、吸地沟油，最后呢干了几十年的工作下来，钱没挣到几个，还积累了一身的伤病癌症或者是其他的很难治的病，要花很多钱。最后呢，病严重了，钱也花了，治也治不好了，人就死了，刚好在自己这个丧失劳动力的年龄段挂掉。刚好死了以后多好的，死了以后
我党也不用给你交什么养老金了，也不用给你还什么养老金了，也不用给你什么医保了，对吧？啊，然后你死了以后还要买个墓地，还要给我党继续贡献价值啊！你说中国人这一生，这就是几乎每个中国人的一生，听明白了没？他自己能够选择的余地和空间是非常的有限的，明白了没？现在中国人甚至连自己去哪儿，甚至连自己能不能出自己的小区，连这个选择权利都没有，你更别说是出国了、跑路了，更别说是要什么人权了、要什么自由了，你屁都没有，听明白了没？面具人，我早在2年之前就告诉过你们，共产党会借着全国疫情巡回演出，对中国人民实现网格化。而且呢，他会借着疫情把这些店铺全部关门，消灭个体户，把这些散户全部逼死。然后嘞，逼死了以后，把这些店铺全部收上来，他自己搞公有制。各位，现在你们看到了没？啊，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历历在目，实现了没？上海的观众、深圳的观众，前几年有看到面具人节目的，哎呀，那些老观众对面具人我呀，简直是感激的那个留情呀，不是留情，感激之情呀，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隔几天就给我发个信息，隔几天就给我发个邮件，说面具人，哎呀，你咋能判断的这么准呢？哎呀，幸亏听了你的，要不然呢，我现在在国内这个日子不敢想象呀。可是呢，看了面具人节目的还不醒悟的那些坚决爱国的，还不卖房跑路的，不套现跑路的，现在是不是蹲在家里面流眼泪呢？人生呀，躲不了政治。只要是牵扯到了社会政治、社会生活，有时候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错到最后无法翻身。惨呀！别说是现在不让你出门了，现在店铺不让你开了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没关系，你没血统，你不是当官的。人家当官的现在该出门的出门，对吧？当官的子女在国外的在国外，当官的人人家该卖菜卖菜，对吧？共产党可以卖菜，你不能卖，听懂了没？共产党的店可以开门，你不能开，听懂了没？人家是奴隶主，你是奴隶，你们是一个物种吗？不是，对吧？我告诉你，更恐怖的事情还在一步步的发生呢。就像面具人前几年说的那个，共产党会借着疫情搞什么人的行踪定位呀，人的这个电子镣铐呀，现在全部都给你整上了，一个都不少那至于这些电子镣铐呀，真的电子镣铐来了，算了，我下个节目再给你们讲篇幅有限，咱们还是来讲挣钱的事情因为现在赶紧赚点钱套点现还是有一丝丝的机会能够跑路的，但是我估计这个口子会越来越严。我去年都说过，去年过年是你们能过的最后一个好年了。结果呢，你们看今年过年，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跟你接下来过的几个年相比之下，已经是非常好的了。不信咱们走着瞧。现在还有一点点机会，赶紧去思考你的人生吧。怎么思考？拿钱思考呀。印度神童预测过4月13号经济会有大波动，黄金白银会暴涨创新高。究竟印度神童这一次会不会准我们拭目以待。印度神童说的东西咱们可以听一听但是呢决定我们能不能赚钱的关键点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操作以及自己的观点嘛。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加密货币市场以比特币为首的，你看比特币现在下滑到了41200的样子，看起来呢还有跌破41000去39000的趋势，很多人呢也已经准备好了去3万的心理准备了。但是面具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距离下一次的美联储议息会议只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比特币如果从现在开始继续下跌，一直砸盘到5月，那比特币就颓势太久了，从去年一直颓势到今年下半年呀而且你说
砸盘砸到多少钱？砸到3万。那这样的话，对整体的市场信心的冲击就非常大了啊！你说到5月了，到时候砸盘砸到3万了，甚至砸到2万了，到那个时候都没人敢玩了呀，对不对？你到个2万3万啊，老百姓也都会觉得啊呀，这比特币不敢投了呀。能从6万7万跌到了个2万3万，这加一次息跌一次，加一次息跌一次，这还能玩？不敢玩了，不玩了，不玩了。到那个时候，你就算拉盘，也没人敢跟了，是不是？那怎么办？继续砸盘，往2万、往1万、往归零的砸，你觉得这个可行性高吗？对不对？啊，你作为庄家，你也要思考一下。到了5月份了，我把这个盘子砸到3万了啊，尴尬了。我肯定要考虑，我到那个时候把市场搞臭了，搞成这样了，我到时候再拉盘，我拉的时候有没有人敢跟了？万一没人跟了，我自己拿钱进去拉盘，拉了半天了，没人跟，那我岂不是自己要亏钱？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说到5月份，加密货币市场再跌到个3万啊，出现这种情况，会让庄家很尴尬的。你说到时候加息了，或者是不加息啊，不管加息不加息，韭菜的心都寒了，没人敢玩了，是不是？那你说为了防止这种尴尬现象的出现，该怎么办？你只能是到那个时候来临之前，你尽量的去维持币价，对吧？你只能是把这个币价尽量的去稍微做高一些，拉起来，你才能割韭菜呀，对不对？你把韭菜都整得吓跑完了，没人敢玩了，你赚谁的钱？所以呢，面具人，我认为啊，4万是韭菜们的心理承受极限，4万到4万1这个区间基本上就是大底儿了。最极端、最极端、最低最低啊，你可以看到3万9。你胆子小的话，你就可以往这个区间去看。但是面具人，我觉得乐观一点，你就往4万到4万1这之间，你就可以考虑进场了。听明白没？如果你害怕，你可以留一些抄底资金，或者是这个避险资金放在3万9的这个心理预期，明白了没？啊，不管比特币4万、4万1、3万9，面具人我都不担心，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资金分割好了。我这个月呢，准备转投一些行业先驱了。这些项目啊，我告诉你，你就可以把它列比为今年的 XA 啊。当然了 ，XA 有些太 low 了。面具人，我对这些项目的定位是比 XA 还要高很多的。今年的风暴依然是由我来掀起的。投资就是这样，该跑的时候就跑，该出手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就像我当年带着各位观众面粉们抛弃狗狗币去转投 XA， 赚了几十倍。然后呢，又抛弃币安转投雪崩，又赚了好几倍，对不对？面具人，我这个月啊已经着手投资新的项目了。如果说你想要合理的投资操作点位，或者是仓位管理课程，这个是精华啊！我经常会在会员群里面分享这些干货的，可以让你最大程度的避免你的损失，以及参与我接下来算了，不告诉你们。有兴趣的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